这才是最健康的旅行方式吧。韩国夫妻被小姨子骗到上海旅游，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全程哇哇叫不停。야 죽인다. 이야. 听说在韩国一辈子都吃不到的水果，中国的汗蒸房里是免费提供的，而且还是无限量自助。 야 미쳤다. 야 중국 큰일 났어요. 우와. 不仅如此，只要吃得下各种饮品、海鲜，就连被称为水果贵族的榴莲也是无限量供应。 와. 어. 初次来到上海旅游，他们感叹中国干净的惊人，这里连一只流浪狗都见不到。 굉장히 의외인 게 쓰레기가 하나도 안 보여요. 엄청 깔끔하네. 第一次品尝中国美食，终于尝到了正宗的羊肉串，感慨中国人在美食上真是下足了功夫。这里就没有不好吃的东西。由于长期受到太多西方媒体的影响，看到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在来中国之前，博主就准备了很多口罩和消毒用品。第二天从仁川出发，两人一路上都在担心自己的安全，一边还在反复练习中文你好的发音。中文你好，你好。转眼间就到了上海浦东机场，两人被浦东机场震撼的同时，也不知道是看不起谁，居然说浦东机场和仁川机场差不多。 여기까지는 인천공항 비슷하네. 办完入境手续，走出机场的夫妻这才明白，之前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上海的整体环境比他们新闻里说的要好得多。两人根据小姨子发的位置打车前往市中心，没想到在上海打车50分钟只要21000韩元，这比在韩国打车便宜了将近3倍。要知道在韩国首尔打车50分钟没有6万韩元300元根本不可能。当来到香格里拉酒店时，看着金碧辉煌的酒店，两人仿佛有预知能力般同时惊呼出声。 야 여기 장난 아니다. 在小姨子的协助下，两人很顺利地办理了入住登记。等来到房间后，眼前的景象更让夫妻俩大开眼界。 우와. 야 여기 죽인다. 이야. 因为小姨子说她的房间更漂亮，放下行李后，夫妻俩立刻去了小姨子房间。果然不出所料，小姨子这间房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视野更开阔、更宽广。在这里拍摄美景，当然有很多人喜欢看。整理好物品，三人打算先去南京东路吃午饭，下午再去外滩打卡拍照。上海不少餐馆的菜单都配有韩文，这让每位点餐的韩国人都感到十分欣慰。在中国，只需一份麻辣烤鱼就彻底征服了嘴硬的韩国人。 와. 午饭后，因为天气不太好，南京东路是逛不了了，三人只好打车回酒店休息。时间到了傍晚，三人打车去上海外滩打卡拍照。走在整洁的上海街头，博主感叹西方媒体实在太能编故事了。中国实际上非常现代化和整洁，却被他们无故造谣重伤。在上海外滩游玩了很长时间，拍摄了很多照片留作纪念后，几人来到附近小吃街品尝中国美食。对大多数没来过中国的韩国人来说，中国烹饪的美食就没有不好吃的。随着天色渐暗，三人再次回到外滩观赏夜景，玩够了就打车回到南京东路吃很久以前为了确保能吃到最火的那家店，几人在楼下反复查看攻略确认之后，这才上楼享用晚餐。也不知道这家店究竟有什么魔力，几乎每个来上海的韩国人都要来这里吃烤肉，当然也不只是烤肉，这里似乎每道菜都是专门为韩国人量身打造的一样，不管是玉米粒还是麦片或是小麦果汁都非常符合他们的口味。不清楚吃了多长时间，三个人总共花费了67000韩元，折合人民币350元，结束今天的行程。拜拜，拜拜，谢谢，再见。第二天清晨，大家早早起床收拾出门了。今天的安排是上午先去租一套网红古装，然后去上海热门景点豫园打卡拍照，下午再去武康大楼，晚上如果还有精力就逛逛酒店附近的商场。早餐是在妹妹推荐的新天地一家看起来比较高档的餐厅吃饭，随后打车到豫园附近找古装店。为了配合豫园古色古香的景致，姐妹俩在店里试穿了很多套服装，都觉得不太满意。经过一番仔细挑选之后，两人各自选定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服饰。在化妆师的巧手装扮下，没多久，两位韩国女孩就化身为中国古典美人了。
不得不承认这些韩国女孩的审美确实很好，选择的这2套服装仿佛就是为她们量身打造的一样，非常合适。首次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看得出2人对此都相当满意。从古装店出来后，本以为这么漂亮的衣服街上应该到处都有小姐姐在穿，没想到走在街上穿古装的人却寥寥无几，这让姐姐尴尬的差点当场社死。想到这儿是自己花钱买来的尴尬，姐妹2人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逛了，直到看到巷子里中国姑娘穿得非常自然，2人这才逐渐放松下来。随后逐渐走进御园深处，身边的复古氛围与这身装扮相得益彰，2人更是兴奋地表示自己在为中国代言，逛累了就找个地方歇歇脚，一杯鲜榨果汁是逛街时不可或缺的绝佳饮品。야 망고 맛있다 이거。御园是上海现存5大古典园林中最为著名的一座，它始建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并保存至今，汇聚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几乎每个角落都让韩国游客惊叹不已。 와 여기 완전 인스타각이네. 아 진짜 멋있는데 여기? 虽然他们都在短视频平台上见过御园的景色，但亲临现场还是被这里的一切所震撼。因为今天穿古装在御园游览的人并不多，当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孩也穿着中国古代服饰在拍照，2姐妹二话不说就上前凑热闹，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外国女孩当成中国女明星请求合影，这一插曲让姐妹2人内心乐开了花。不仅如此，随后走在路上，路人回头率瞬间飙升，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他们几眼，姐妹俩几乎成了御园里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国内的一些游客也抓住机会，纷纷围着2位漂亮姑娘拍照，也不知道逛了多长时间。随着乌云渐渐散去，烈日当空下，2人累得气喘吁吁，只好依依不舍地返回古装店准备换衣服。看得出来，这次御园之行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回到酒店洗漱完毕，稍作休息后，几人又打车出门，这次是去网友极力推荐的一家叫做龙凤楼的港式高档餐厅享用下午茶。不愧是高档餐厅，很多菜品都是按克计价，桌上没看到几道菜就花了10万韩元，大概500块钱左右。3个人最终成功消费了1000元，享用了一顿下午茶。按照韩国人来中国后的饮食习惯，也不知道1000块钱在这里够不够吃饱。从龙凤楼出来，3人直接前往武康大楼。到目前为止，实在看不出这栋楼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几乎每个来上海旅游的韩国游客都会来这里打卡拍照。时间来到了晚上，几个人回到酒店楼下，在商场里逛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商场内用一个冰淇淋为今天完美的旅程画上句号。第3天早上醒来，洗漱完毕之后，他们打算去韩国人最喜欢的餐厅品尝甜点，没想到这里真的全都是韩国人。 그러니까 여기 한국 카페야? 전부 다 한국인이야. 우리 한국 여기 유명하게 한가 보다. 这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为数不多能看到英文菜单的地方。考虑到周围吃饭的全是韩国人，他们猜想这里可能是专门为韩国人开设的餐厅，或者餐厅老板本身就是韩国人。毕竟这里的食物价格也是高的惊人，眼前这块小小的面包就要2万韩元，几乎和韩国本地物价差不多了。 아니 근데 이게 하나에 거의 2만 원 돈이거든? 이거 하나에? 이거 하나에. 价格确实很贵，不过味道确实很好，才尝了一口几人就发出了灵魂的呐喊，很好吃，确实很好吃。对韩国人来说，这块巴掌大的面包100块钱虽然也能接受，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很划算，所以他们吃完就赶紧溜之大吉了，步行前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几人依次拍照留念后，他们又打车前往人民广场。没想到上海除了街道干净整洁，公园也是明亮如新。在公园没逛多长时间，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加上刚才200块钱2个面包根本没填饱肚子，几人又打车找到这家叫红盔甲的餐馆吃虾。麻辣小龙虾的美味无需赘述，无论怎么烹饪都很对韩国人的口味。美味佳肴往往需要繁琐的制作过程，还要付出不菲的代价。 143,300원 14万3千韩元，大概相当于720元人民币，感觉有点肉疼。但比起昨天在龙凤楼每人花费近600元要划算很多。据说中国的汗蒸房能让你水果随便吃。晚上时分，他们3个准时在酒店楼下碰面。根据网上的推荐，他们找到了附近的一家汗蒸房，听说这里可以水果随便吃，而且每个人入场费只要399元，实际上还便宜了60元。3人打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走近一看，招牌上真的
的写着不限量随便吃。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后，三人很快就换好了衣服，直接朝着水果区域走去。看到货架上整齐地陈列着各种类型的水果，他们几乎无法相信眼前所见。야, 미쳤다. 와. 当看到心心念念的榴莲时，三人的目光完全被榴莲吸引。 야, 중국 큰일 났어요. 随后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他们甚至对价格不菲的海鲜以及各类饮料几乎没什么兴趣，只顾专心致志地搬运榴莲。 사실 난 둘이 한번 먹으면 돼. 아, 따로 필요 없어. 搬够了就坐下，开始享受难得的愉快时光。 진짜 맛있어. 와. 吃完桌上的就站起来继续去拿，机会难得，今天一定要把榴莲吃到撑。第二次拿完后，几个人都说今天真是赚到了，336元入场费不可能吃不回来。要知道，这要是在韩国，小小一块榴莲就要卖到15000韩元，今天每人吃个5、6块，这里的老板连裤子都得亏个精光。想到这里，博主都忍不住想笑，每人硬塞几大块之后，再来一口新鲜椰汁解解腻。考虑到此刻自己正身处汗蒸房里，吃饱喝足了，总要到处走走消化一下。随后三人才心满意足地上楼参观。这个汗蒸房就像个大型的室内娱乐度假区，小卧室、棋牌室、阅读室、游戏室，还有电竞室，各种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把所有地方都参观了一遍后，三人来到饮品区取些冰淇淋，接着又回去大快朵颐地吃了些水果，勉强塞下几块榴莲之后，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该说不说的，水果对韩国人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到这里就结束了，他们为期3天的上海之行也在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